7月23日 ，Science 接连发布2篇重磅调查，公布了一起被隐瞒的基因编辑治疗致6岁女童死亡事件。6岁的中国女孩梅在上幼儿园时，老师和父母都注意到她比其他孩子发育的慢一些。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她身体里一个叫 CHD3 的基因出了错，这个错误会影响她大脑的发育，虽然不会直接致命，但可能导致她未来无法独立生活。梅的父母非常着急。2023年，他们听说了裘子龙，他是上海一家脑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专攻神经发育疾病，也在研究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类似疾病。梅的父母联系了裘子龙，表示愿意自己出钱，只为给女儿争取一个真正的治疗机会。裘子龙告诉他们，技术已经接近成熟了，他计划使用碱基编辑器。为了把编辑器送进梅的大脑细胞，他们需要借助腺相关病毒 AAV。这个方案最大的风险是梅的免疫系统可能会对大量注入的病毒产生剧烈反应。裘子龙告诉梅的父母，直接把病毒注入脊髓液而不是血液，可以绕过肝脏和肾脏，所以反应不会太严重。他还说，他们已经在小鼠身上成功了，接下来会在猴子身上做安全实验。梅的父母总共拿出了大约86万美元。2025年1月，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批准了这项实验。然而2月17日 Prime 的报告显示，接受治疗的猴子无论剂量高低，都出现了中度到重度的肝脏损伤。一只接收高剂量治疗的猴子还有肾脏损伤，这可能是 AAV 基因疗法中一种众所周知的反应血栓性微血管病变所致。2025年3月24日，梅在上海新华医院接受了治疗，医生在他腰部2节脊椎骨之间插入一根针，抽出一点脊髓液腾出空间，然后注射了携带基因编辑器配方的大量病毒。注射后3天，梅开始发烧，而且一直没有排尿，血小板也降到了危险水平。随后梅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第2天早上，她去世了。从治疗到死亡前后仅7天。梅的父母要求裘子龙撤回那篇即将发表的论文，因为他们担心论文中的动物实验数据会误导其他家庭和研究者。裘子龙起初同意，后来就不再回复他们了。论文中删除了梅的家庭的基因数据和感谢词，也没有提及猴子安全实验中出现的肝肾损伤问题。